在南千岛群岛关起大门，俄罗斯这一拳是迎日本报复，白捡了1.7亿，乌克兰是乐开花了。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鉴于日本政府采取的反俄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俄罗斯方面无法同意日本方面就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地区）渔业合作展开磋商的要求。消息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明确指出，日本采取的反俄措施违背了两国1998年签署的一项协定。而基于此，俄方将无法就履行这项协定与日方展开磋商。围绕南千岛群岛主权问题，这些年来俄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和分歧。在本身关系就比较紧张的背景之下，日本还与俄罗斯站在了对立面。自去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后，日本就紧跟美国的身后，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包括前不久对国防部副部长、司法部长等36人在内的资产冻结。对此，日本经济产业省还扬言，这是考虑到了乌克兰周边的局势，为了促进和平的国际努力做出了贡献，所以才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起实施了出口禁令。这不夸张地说，过去一段时间，日本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甚至领先于西方盟友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除此之外，日本还废除了1957年双边贸易条约当中规定的对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并且强行驱逐了一批外交官。尽管俄罗斯多次给予劝说和警告，可是日本仍然与俄罗斯作对，以至于针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这俄罗斯无奈之下只有反击了。不仅将日本列为了不友好国家，还在去年宣布暂停了上述协议，一直到日本方面履行所有财政义务。值得一提，1998年俄日两国政府在日本北海道与两国有争议的岛屿中间画下了海面渔业调整。在俄罗斯有关机构支付合作费用之后，日本渔船就可以在这条线争议岛屿一侧捕鱼，只不过作为条件，每年都要通过谈判来确定。如今日本方面坚持要谈，但是俄罗斯方面却告知无法确定有关这份协定的磋商日期。显然，俄罗斯方面不想再谈渔业合作，这究其原因，俄罗斯外交部给出的回应是，日本没有表现出对俄罗斯方面的基本尊重。除了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以外，日本正在极力渲染俄罗斯等国家对其构成的威胁。在谈及俄乌冲突的时候，该国甚至表示，未来像俄乌冲突一样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上演。对于日本的这番话，这明眼人都很清楚，该国是想以此为由增加军事实力啊，朝军事扩张迈进一大步。那既然没有诚意与俄罗斯握手言和，那么普京政府自然不会抱有幻想，至此想在南千岛群岛捕鱼，那就是做梦了。或许仗着有美国撑腰，在为俄罗斯收了渔网之后，日本又准备报复。根据最新的消息，日本政府将拨款1.7亿美元用于重建被炸毁的乌克兰基础设施。南千岛群岛对日本关起了大门，这转眼之间，日本就针对俄乌局势是掀起了新风了。看来这该国是铁了心的要在俄罗斯背后下家伙，绕到俄罗斯背后，试图给俄罗斯来个狠的。只不过这强硬是一回事，能否扛得住俄罗斯的揍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分析看来，日本这么做很有可能会拉清单，以普京的性子，那绝对不会让日本好过。当然，相比日本的处境，这乌克兰可谓是乐开了花呀，因为这相当于是白捡了1.7亿美元呢。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